为什么狂犬病的致死率几乎是100%的？那如果被感染了之后还有没有存活下的希望？那其实大部分人对它的了解就只停留在被小狗咬到之后才会传染。但这种病毒它的传播途径不光是小狗，其实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都有可能被感染狂犬病，甚至可以说它是我们历史上最古老最危险的传染病之一。这是因为它的体积非常的小，宽度呢大概只有75到87纳米左右，长度大概也只有187纳米。那一边是圆形的，一边是尖尖的。那如果在显微镜之下观察的话，还能发现它的形状长得基本上是跟子弹一模一样的。那只要进入了身体，就会开始攻击大脑和脊髓这些中枢神经系统，紧接着就会引起意识混乱、痉挛或者身体麻痹。那所以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死亡子弹。而对狂犬病最早的记载，其实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他就提到过这种病毒，包括在亚里士多德的书中也说过狗会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动物。那从这些记录其实就能看出来，人类跟狂犬病已经大战了上千年的时间。那尤其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公布的数据来看，全球差不多每年都有59000人会死于狂犬病。那其中有 99.5% 的病例基本上都出现在了非洲和亚洲地区。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它设立了非常严格的动物管理和疫苗接种制度，像是在英国政府就规定了必须要登记宠物每年接种疫苗的信息，同时对野猫野狗也进行了严格的抓捕，可以说是成功的消灭了狂犬病毒。那为什么说在亚洲是出现案例最多的地方？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跟被狗咬到有关系。当然不同的地区传播途径也是不一样的，像有些地方它的传染源就是蝙蝠或者是狐狸，也就是说只要被感染狂犬病的任何动物抓伤或者咬伤，它们的吐液就会通过伤口进入身体，这才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而且这种病毒它只会感染哺乳动物，因为我们的神经结构和生理环境更适合它去生存，像是一些鸟类、爬行动物或者鱼类什么的，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种问题了。那所有被感染的动物基本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特征，比如像是一些在野外生活的狗或者狐狸、蝙蝠什么的，它们天生的就会害怕躲避人类，但如果在发病期间，它们就会变得异常的兴奋，或者是特别的虚弱。像蝙蝠这种在夜间才活动的生物，也有可能会在大白天就出来乱飞。那虽然这种现象在城市里是很难碰到的，但只要你看到有哺乳动物出现了任何不对劲的地方，这就说明它有很大的可能已经被感染了狂犬病。所以遇见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跑，远离。那如果不小心被咬到了，大量的病毒就会在肌肉组织上开始复制，但此刻你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因为在潜伏期之内，它只会停留在伤口周围，并不会马上的就发病。这主要是看狂犬病的特性，它只有顺着神经跑到了大脑里，才是它真正繁殖的开始。但这种病毒它们前进的速度却非常慢，大概每个小时只能移动3毫米左右。那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潜伏期，而潜伏期的长短主要是跟伤口距离大脑的远近有很大关系。正常来说，大部分人会在30到50天左右发病，这其中也会有一些人可能会在10几天或者1年之后才发病。所以病毒在进入大脑之后，会继续的向唾液腺扩散，占领高地。而所有被病毒挟持的动物都会出现2种完全不同的反应。那首先是狂躁型的，一般的表现就是极度的兴奋，上蹿下跳的停不下来，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幻觉。但只要他们看到水就会吓得全身发抖，包括胸痛、害怕风和空气的刺激。而怕水的主要原因不是他们不渴或者不想喝水，而是这种病毒它会引起喉咙和呼吸相关的肌肉都变得非常敏感，当水或者空气碰到喉咙的瞬间，就会引起强烈的痉挛和疼痛。那所以他们不是单纯的怕水，只是因为疼痛不敢喝水而已。这也是大部分狂犬病患者表现出的症状，跟电视上演的其实也差不多。那第二种是麻痹型的，它不会出现极度的兴奋或者怕水，那一般的症状反而是变得很安静。但不管是狂躁型的还是麻痹型的，最后都会陷入昏迷，因为一旦狂犬病毒通过脊髓进入到了大脑，那死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但神奇的是，科学家在对感染狂犬病的生物做解剖研究的时候发现，
虽然病毒占据了他们的整个大脑，但不管是用肉眼还是在显微镜下面，都没有看到神经细胞有明显死亡的状况出现。在这种大脑没有被直接破坏的情况下，在使用脑功能成像技术去观察它的时候，你还会发现，不管是狂躁型的还是麻痹型的患者，他们的大脑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病毒并没有破坏大脑的组织，它只是操控了大脑的神经活动。那就像黑客入侵了你的电脑一样，你只能看着它去操作，却不能控制身体不去做什么。那虽然狂犬病很厉害，可以躲过免疫系统的攻击，但也不代表它是完全无解的。这其中有一个叫密尔沃基协议的治疗方法，大概的原理就是明知道病毒会在大脑里繁殖，那就想办法故意的让患者进入昏迷状态，之后再启动免疫系统去保护大脑。那这个方法虽然成功率不是很高，但确实也治疗好了不少人。那它不好的地方就是通过密尔沃基协议去治疗，也是存在很严重的副作用的。因为这种方法它并不是科学的，有重复性的。这甚至在最近还有大量的论文去批判这种行为。但也不要觉得被有狂犬病的动物咬到了就等于是彻底的完蛋了因为这种病毒它有一个比较长的潜伏期，只有当病毒进入到脊髓和大脑之后才会发病。也就是说，在潜伏期之内我们是可以消灭它的。那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刻用肥皂冲洗伤口，这样可以减少病毒的数量。尤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防护手段。那其次才是注射狂犬疫苗，刺激免疫系统提前产生抗体，阻止病毒繁殖。那最后虽然狂犬病毒在进入大脑之后基本上是无解的，但科学家还是在不停的尝试用抗体或者药物继续的开发新的治疗方法。那好消息是，在动物和细胞的实验中，已经有了很多个成功被治愈的案例。